说，当警察是他从小的梦想，而你的梦想是当个女航天员。祝你梦想成真。尸体表面有多处撞击伤，肋骨多处疑似骨折，死者的大腿动脉疑似被割断，腿部、腹部多处有刺创，面部、手指末端呈苍白色，符合失血过多的特征。另外，死者的指甲内有少许的人体组织，具体死因还需要进一步尸检才能确定。 安队，发现了一个存储卡。齐主任，安队，死者的死亡原因初步判断是子弹从后脑受入，贯穿了整个颅内，造成了迅速的死亡。死者的颈部有暗红色的尸斑，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应该是3个小时左右。按照现场的情况来判定，应该是凶手 刺伤了老万，老万在临死之前开枪把他杀了。
人在大腿动脉被刺中的情况下，会在短时间内大量失血，而且拔刀的时候也会形成喷射状的血迹。但是车内，不管是驾驶位还是副驾驶，都没有那么大量的血迹。正常情况下，人在短时间内失血过多，会意识模糊。那个人距离老万有将近10米的距离，而且还在快速跑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老万想要精准击中头部的概率非常的小。对对。你上去干嘛呀？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怎么跟你哥交代？华涛临牺牲之前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照顾好你。怎么现在我都管不了你了，是吗？祝你梦想成真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除了2名受害人，其他线索几乎为零。你干刑警有几年了吧？咱们刑警说话做事是要讲究证据的，以后说话严谨点。这不住队吗？非让我跟你一块出任务，没什么可辛苦的。干活，干活。高原呢？车队。采样了吗？采样。看着我干嘛呀？干活！干活！小朱，我马上就回去啊，有个惊喜要给你。韩队，薛法医，从老万身上搜出了一把手术刀。喂，韩队。小谢，查一下老万几个小时之前是不是去了第一医院？好。你们查一下这名死者是不是第一医院的人。好。主任，其他位置没有发现可疑的血迹。这就奇怪了，一个体重在85公斤左右的成年人，体内的血液含量应该在5到6升左右。以老万这种体型，或许还要高于这个数字。但是，从尸体的失血程度来看，现场的血迹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。你觉得这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？那第一案发现场在哪儿？按道理来说，老万抓到人以后，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，或者直接回警局。医院离警局的路线只有20分钟，他为什么还要绕一圈？除非是有什么事情，让老万不得不改变行程。那小谢，喂，韩队，我找到老万的车了，4个小时前曾经出现在第一医院。立刻查一下老万的行动轨迹。好。韩队，我发现老万曾经停留过的可疑地点了。发现了疑似第一案发现场，你们留下了查，我们走。
这里应该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所以老万是在这里血流光了以后才被送到第二案发现场。团队，这儿发现一个轮胎。团队，这儿。喂，高原。主任，通过卢米诺测试，我们在车辆的后座发现了大量的血迹。好，知道了。你想休息2天的话，随时都可以。老万案子你就放心交给我们。现在整个分局的力量都在上边。我没事，老万的案子我会继续跟。大家打起精神来吧，老万可不想看到我们这样，都说说吧。我们在老万的遗体上发现了多处的刺创以及撞击伤，另外还有3根肋骨成轴的案照。他的刺创包括腹部刺创，但这并不是他的致命伤。真正的致命伤是大腿的动脉被利器刺伤，流血过多而死。通过伤口比对，确认是现场找到的那把手术刀造成的。除此以外，我们在老万的手上发现了射击的残留物质，在他的指甲里发现了一些皮屑组织 ，DNA 的结果还在比对当中。至于另外一名死者的死亡原因，则是子弹从脑后穿过颅内造成的。经过技术科的对比，是从老万的配枪里发射出来的。死者名叫崔浩，是第一医院的一名医生，主要负责药品监管和库存清点工作。我们在调查崔浩的时候，得知老万也在调查这家医院的乙醚和西地兰等药品的库存情况，发现了崔浩有重大嫌疑，所以才把他带回来审问。西地兰是不是导致离奇死亡的药物？你们记不记得，汪晨尸检时，在体内发现了大量的乙醚？那崔浩和医院的嫌疑人有关联？你们看这个，这个药品是在崔浩的家里发现的。这个药物跟李淑婷、肖林还有老宋的那个药物成分很相似，都有抗抑郁的药物成分。那就是这个崔浩和医院的嫌疑人之间有某种交易。还发现什么？杀死崔浩的可能并不是老万，现场可能有第3个人的存在。第2现场的车上发现了大量被擦拭过的血迹残留，在第1现场同样发现了大量的血迹，这些血迹都只属于老万一个人的，所以老万很有可能在到达第2现场之前就已经由于大出血导致了昏迷或者死亡，再被真正的凶手和崔浩一起搬运到第2现场。在安放好老万之后，凶手选择了杀掉崔浩，避免崔浩暴露他的身份。他在杀人之后，伪造了老万杀死崔浩的假象。我们在第2案现场发现轮胎上有被扎破的痕迹，这就说明老万为什么要中途停车。从刹车的痕迹，还有老万的伤势来看，可以推测，应该是在他带崔浩回警队的路上发生了意外，而此时有第3个人抵达现场。
志俊，你继续查医院的监控，看看有没有新发现。副队，我们都在。小黄瓜，快走，快走啊！快走！来，下来。各位大伙，来听一下啊！大家欢迎一下我们刑警队新来的同志朱清月同志。陆哥，和朱队说一声，我出去一趟。齐主任，这是陈楚川诊所的病患名单，这是他给患者开的药。我马上检测。好。齐主任，其中有4种和新型药物有关。全都是因为抑郁症。朱队，我找到那个脖子上有纹身的嫌疑人了。他当时就在医院，一直在看着老万跟崔浩，是他对老万的车动了手脚。别动，跟你没关系，是吧？调查一下监控，看下这辆车经过了哪里，去了什么地方。好。如果纹身男杀了崔浩和老万，是因为崔浩和他交换药的事被老万发现了，那他的目标应该是崔浩，老万的死应该是意外。那这个呢？
是这个男的。您刚刚说，他们俩在争吵。纹身男和汪晨是合作关系，那他灭口的动机又是什么？这个药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汪晨给我的，我们群里的人都有这个药。汪晨是寻找新型药物测试样本的渠道，但他因为翟西西的死被警方调查，所以纹身男杀死汪晨，目的是切断警方的调查线索。李一奇当时一定是吸食了新型药物，纹身男担心警方会查出新型药物的源头，所以在他有机会说出真相前杀人灭口。这些人的死都和新型药物有关，其中有4种和新型药物有关，全都是因为抑郁症。陈楚川利用心理诊所寻找测试样本，那他很有可能也是渠道之一。而陈楚川目前已经曝光在警方面前，那么他很可能就是纹身男下一个要杀的人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团队，接到线报，疑似陈楚川的车辆正在开往边境罗旺的路上。陈楚川，我14年前帮你做了那么多事儿，我就连一幅画都不能要了是吗？我跟你说了1000遍、10000遍，我画不了。那你就是逼着我跟警察说出当年的实情了是吗？我不在乎。你知道这14年我怎么度过的吗？我一直在痛苦和悔恨当中度过，是我害死了江雪，是我呀！陈楚川，你还是一心想着樊江雪是吗？你以为你知道的就是所有事实的真相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就让你知道樊江雪是怎么死的。我买一盆他能过敏的花放在那儿，我就要弄死他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们俩当年在一起那个样子，让我特别嫉妒。为什么呀？我知道。为什么要杀了他？是你杀了他的。为什么？我不是胡仙，胡仙，我不是胡仙。对不起啊，江雪，是我害了你。
陈总裁，樊将军死了！我能救他！陈总裁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！他已经死了，没法救了。如果警察知道，你这辈子就完了，你就没有前途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前途了！你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我能帮你处理好人。你赶紧走，你赶紧走。白局，在距离罗旺县5公里的国道325路口发现车辆，符合在医院里撞朱队那辆车的外貌，怀疑是嫌疑人。通知韩峰，立刻展开抓捕。是。川哥，我安排好了，走吧。到边境还需要多久？川哥，你打个盹儿，马上就到。在哪儿啊？到了。到哪儿了？
心理疾病带来的创伤啊，远大于身体疾病带来的痛苦。答应我，将来一定要做一名优秀的法医。我从来都没有叫过他哥，现在想叫他也听不到了。老万有你这就也够了。省厅专案组的人已经在路上了，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将新型毒品全部歼灭。根据提取到的指纹和皮屑组织，现在可以确定嫌疑人叫王波。原作案是误判了，那我们就查下去，找到杀害小飞的真凶。对不起。